李总好。李总，今早您父亲苏董通知公司高层，他查出肺癌晚期，只剩下1年多的时间。华远地产继承人将在您和您同父异母的姐姐苏明珠之间2选1。另外，您闪婚的老公周思成今天回国了。我老公？差点忘了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丽丽，好消息，周思辰已经同意联姻了，并且出资2个亿，帮助我们华远地产度过这次危机。明天他就会回国和你领证啦。所有人都说周思辰冷漠无情，寡淡无趣。爸，这个婚我非结不可吗？丽丽，华远地产可有你也是母亲半生的心血啊！你就真的忍心见死不救吗？啊！恭喜2位。我终究还是跟一个只见过一面的陌生男人闪婚了。这张卡你拿着，密码是8个8。我还要赶时间回纽约处理工作，1个月后回国。苏黎，你在哪儿啊？周思辰回国了，你现在去机场接他一下。苏家这次能渡过难关，全凭周思辰的那笔资金救急。你要把这门婚姻给经营好啊！我知道了，现在就去。落地了吗？我在国际航班出口等你。我和周思辰虽然是合法夫妻，但是只匆匆见过一面，他不会不认识我吧？出门带这么多保镖，应该也就只有周思辰这号人物了吧？周思辰，周思辰，我在这儿。竟然真的不认识我，好你个周思辰！老公，他是你老公，那我是谁？命运就像雪花，带着寒季纷飞出回忆。为何你的眼神偏要揭开尘封的秘密？糟糕，认错的人竟然是我。才是你心事重如洗，藏不住多孤寂。周总请。麻烦送我去云一科技。周总到了。周思辰，这是睡死了。看着我睡死了，你好嫁给我堂哥吗？还真是尖酸刻薄。谢谢。我晚上6点前应该很难结束工作。你是想去我的办公室等我，
还是我叫个秘书下来，陪你去附近的商场逛一逛。等他下班，公司那么多人，未免太尴尬了吧？我回公司，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处理，今晚估计得加班了。抽空来接机了。对。以后不用为了这样的事情特意跑一趟。晚上我去接你下班。接我？做什么？回家。家，我们不是为了应付双方家长才会结婚的吗？你想一直分居？你不喜欢我？我没有。那晚上见。他的意思是，难道他喜欢我？李总，你总算回来了。苏董趁您离开开了董事会，公司的好项目都被苏明珠给抢走了。一个私生女也想抢走我妈半生的心血。董事会上，您母亲的老部下以及部分元老都坚定不移地站在您这边。华远地产未来的老板是谁，一时不好定夺。但是苏怀山其实更主意苏明珠做他的继承人，他有一票否决权。在他死之前，我必须要将华远地产握在自己的手里。我决定把云溪半岛的项目交给苏明珠。苏董，云溪半岛的项目从土地竞拍到施工，都是李总在跟进。现在马上就要见到成效的时候，却把项目给了苏明珠，这不是拿李总的心血给别人当嫁衣吗？明珠和苏黎都是我的女儿，我自然不会亏待苏黎的。这样吧，阳光城和岳家湾的项目都给苏黎，2抵1，他不亏。爸爸，我一定把云溪半岛的项目经营好，不负您所望。阳光城和岳家湾2个项目，一个是回迁房，一个是待拆的城中村，跟云溪半岛根本不是一个档次，还说不亏待，亏死了好吗？丽丽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去接周思辰了吗？丽丽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接周思辰去了吗？我若是不回来，还不知道您特意支开我，背着我开董事会，给我分了2个这么好的项目。丽丽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爸爸自然不会厚此薄彼的啊。既然您都已经做好决定了，那刚好，今天公司的高管们也都在，大家一起帮忙做个见证。以后云溪半岛这个项目有任何困难都别来找。苏明珠应该能够搞定吧？当然，你能做到的事儿，我一定会做得比你更好，没理由找你。那最好，记住你说的话。好了，公司以后都是你们姐妹俩的，无论云溪半岛的项目负责人是谁，大家都是受益者嘛。散会吧。爸爸，等等我。丽丽啊，别灰心，张叔相信你，就凭你身上和你妈如出一辙的那股倔劲儿，咱们不会输。谢谢张叔。李总，
您刚刚应该争取一下的，那么多股东都在，苏董总会收敛一些。没必要跟他们撕破脸。这个项目，苏明珠搞定的。您是说上个月在云溪半岛从高处坠落的张军？他的家属一直不肯签谅解书，云溪半岛的预售许可证压着1个多月了。我会让他们跪着求我回来接手这个项目。什么事，爷爷？你和你大哥同一天回国，趁你们都在，今晚一起吃个晚餐，把老婆也带上。我问一下他有没有空。我是在通知你，不是在和你商量。既然领了证，就要好好过日子，尽快让我抱上大重孙，别整天忽悠人。知道了，我下班就去接他。你几点下班？我去接你。将这些关于云溪半岛的资料全部都锁起来。接下来我要休假。李总放心，我誓死保护这些资料不被苏明珠偷走。6点半下班。六姐，陪我去趟商场，给周思辰买个礼物。李总对周总这么上心？老公我都能认错，人家也没有生气，我总不能什么都不提吧？李总，这家商场是周氏旗下的，外界都在传周思成这次回来是为了争夺周氏继承人的。大房的儿子周时宇本来在外地出差，吓得连夜回国。大房家的儿子？对，听说周老爷子要在2个孙子之间选一个做继承人，可能谁先生下重孙会多一些股权，在集团就更有掌控权。李总，如果是真的，你可得准备好开始备孕了。备孕？跟只见过2面的陌生老公吗？我这次出差比较忙，没时间给你挑礼物。这个是品牌顾问推荐的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这个包我记得是最新款，全球限量就2只。怎么办？我的礼物拿不出手了吧？不喜欢吗？啊，没有，很喜欢，谢谢周总。苏小姐，我们是结婚，不是谈生意。你不会打算一会儿在爷爷面前也叫我朱总吧？那你不也一直叫我苏小姐吗？我冷吗？不冷。这个闪婚不熟的老公，竟然会在意我冷不冷？
愿我会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兩人住，活到1000歲都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邊多樂趣。共你相對，好得戚好得意，地藍天幫到閒事。周思辰好像也没有外界传的那么冷漠无情。你们两兄弟结婚这么久了，一直在忙工作，今天是第一次一家人聚在一起，我很高兴。希望你们今后多多回来看看我这个老头子。来，开吃。苏家这次能渡过难关，全凭周思辰的那笔资金救急。你要把这门婚姻给经营好啊！一梅，我弟弟他不吃牛肉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还是说你不是很了解你老公？我经过世界，路过黑夜，阑珊的人群，你在烟火那边，是梦的直觉。不吃牛肉是小时候的事情，这些年聚少离多，不了解我的人是大哥。说的是，看来弟妹很关心你，也难怪今天在机场接机的时候，她管我叫老公呢。还是说，弟妹一直想嫁的人是我呀？不过就是一句玩笑话，没想到大哥还当真了。大哥当着嫂子的面刻意提起这个玩笑，有点太不尊重人了。周家有个师礼数，我替大哥向您赔个不是。他是在帮我解围吗？还是说只是想要做出一副表面幸福的样子去骗骗他家里人啊？外边下雪了，道路湿滑，开车不安全。今天你们就住这儿吧。是爷爷。想耽误你2分钟。你说。领证的时候太仓促了，婚房还没确定下来，你可以先从这里面选一套，选好了，我再找时间把它转到你的名下。不用了，你给我的彩礼已经够丰厚的。应该给你的，我这段时间工作太忙了，把你一个人撇下，就当做赔礼。曾靠在我的臂弯，忽的晚安，眼里下起雨，慢慢情绪泛滥，该怎么办？再把你的 size 说一下。这就要开始备孕了吗？可是
我还没有准备好呢。我不想包尺寸，不想错，不想错。我是看你一直穿着外衣，想把你的尺寸发给管家，让他给你送几套换洗的衣物过来。原来他的 size 和我的 size 不是同一个 size， 太尴尬了吧？谢谢。你有兴致？暂时没有。那个婚房要不就选月湖湾吧，离云一科技和华远地产都比较近。好，我明天安排人布置，家具就从国外订购，全部收拾好的话，可能要1个月左右。那这段时间，你是想跟我搬去我的另外一套房子一起住，还是先分开？苏黎，我没有隐婚的打算，如果你有什么顾虑的话，可以现在说出来。我现在工作比较忙，3年之内不考虑生宝宝，你能接受吗？这个是你的自由，随你。要是长辈问起来的话，你可以推到我的头上。还有吗？可是，我听说周老爷子要在你们2个孙子之间选一个做继承人，谁先生下重孙，谁就拥有更多的股份，在周氏集团也就更有掌控权。我不需要靠这些手段来争夺家产。他并没有把我当做争夺家产的工具。那你为什么娶我？因为我看过你的履历，在苏淮山偏袒私生女的情况下，你依然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，在苏家企业里站稳脚跟。我觉得这很厉害，我很欣赏你。没想到他这么了解我。还有吗？我在公司附近有套公寓，你住的地方离我上班的位置太远了，暂时我就先不搬过去了。可以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增加对彼此的熟悉，不住一起的话，就定一个见面的时间吧，安排在每周5，这样的见面频率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可以，那夫妻生活也就安排在每周5晚上。你希望1周安排几次？听说男人过了26就是62，周思成今年29岁，4舍5入也就是30岁的人了，那方面的能力估计平平无奇，不能为难他。两次吧。2次你希望是同一天还是分开？安排在同一天，他肯定吃不消。要是把华尔街科技新贵给榨干了，我就罪孽深重了。分开吧，那我们就改成1周见2次面，在每周5和每周6的晚上。明天好像就是周5了，你有什么安排吗？我这几天休假，明天我要去医院一趟，看望一个从工地意外高空坠落的员工。那明天我早点结束工作，去医院接你。今天太晚了，换洗衣物得明天才能送过来。这个能将就吗？当然。
啊。睡觉吧。我只是想关灯。哦，我就是刚刚眼睛看电脑太久了，有点酸。明天在周五，你不用紧张。这还真是严谨啊！我关吧。晚安。晚安。没有你的陪伴，我想我该习惯一些遗憾。咖啡喝完一半，却赶不走心寒。开始总是浪漫，分手总是为难，太鼻酸。天黑以后，只剩寂寞。窗外下起雪，慢慢怀念你曾靠在我的臂弯，互道晚安。眼里下起雨，慢慢情绪泛滥，大半夜不睡觉，他是不习惯身边有人吗？哎呀，这腿。呀，哎，李总，哎呦，李总，你请坐，坐，谢谢。坐。没事，这是我们一点心意。哎呀，谢谢。客气客气。李总，我儿子的学校是不是都联系好了？哎，李总，只要你做到之前答应我们的承诺，您放心，这手术有完啊，我立马签订技术，绝对不会耽误工程的进度。哎，是啊。抱歉啊，云溪半岛这个项目不归我负责了。啊，李总，我丈夫还在病床上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，李总！你快起来，你快起来！我们李总也特别想帮你们，但是现在确实无权插手。新的负责人叫苏明珠，你们可以找他谈。生活上有什么困难，可以尽管来找我。但是赔偿金的问题，我目前没有话语权。哎呀，佳佳，你先去提车吧。哎，这李总，李总，这笔钱是我个人转账，跟公司无关。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。哎呀，李总，您放心，其他人来了呀，我绝对不会签这谅解书，我只认您。你儿子上学的问题，我也已经联系好了，寒假过后就可以转学了。哎呀，谢谢李总，谢谢李总。您放心，这个谅解书除了您啊，其他人来对接，我们根本不签。哎，对，其他人啊，我们不认。我们不认。感谢二位支持，
不过我今天还有事儿，得先走了，你们好好休息。谢谢李总，谢谢李总，李总您慢走，慢走，慢走啊！好你个苏黎，你来医院做什么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医院你家开的呀？张俊不和除了你以外的人签谅解书，是不是你指使的？云溪半岛那个项目落在我手里是爸爸的决定，你不满意找他说去啊。在项目上耍手段，算什么英雄？我还真不需要耍什么手段。他们夫妻俩认可我，那是因为我用真心对他。像你这种只知道从别人手里抢东西的大小姐，是不可能理解的。我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，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。刚领证老公就出差，夫妻没有感情基础，早晚是个豪门弃妇，还有闲心在这教别人做事呢。豪门弃妇那也是豪门，总比小三带着私生女上位有体。苏黎，死我妈的小贱人，不准骂我妈！苏黎小心！苏黎小心！苏黎，你简直是粗鲁的泼妇！你闭嘴！我这是正当防卫。我平时不这样的。像周思辰这种功成名就型男人，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妻子是个温柔如水的贤内助。苏黎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，简直有辱世家门面，被周家扫地出门是迟早的事儿。周总，你别被苏黎的外表给骗了，苏黎她恶毒至今，我不做。懂得正当防卫，苏黎，你很棒。也对，周思辰当初同意联姻，也是因为想找一个独立不粘人的女孩，而我有自保的能力，对他来说能少些很多麻烦。苏黎不光是你苏家人，更是我妻子。再敢栽赃污蔑她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今晚是回你自己的住处，还是回我家？我闺蜜这几天住我那儿，我家不太方便，还是去你那儿。好。两人闪婚闪出真感情了？家里没有准备计生用品，今晚需要让人送吗？这么私密的话题，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倒像是在谈工作一样平淡。我今天穿了3条裤子。霸总摘下了我的线裤、绒裤、秋裤。我今天不太方便，下次吧。
那等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跟我说，时间不局限于周5、周6。我并不是在拒绝你，我今天刚好生理期。没关系，我不急。好。踩碎一夜的月光，心跳像树影摇晃，我和他清白明朗，仰望你的天堂，那是正好的时光，爱上刚好的对方，命运一声不响，跟我们头上把痛往心我父母的婚姻一地鸡毛，最后闹得不欢而散。我希望能经营好跟你的婚姻，如果以后我有做了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你尽管提出来。可有人说谎啊，可时间会擦掉沉默的话，很爱你呀，你沉默，你眼泪，一正好时光，我站在男人最擅长甜言蜜语，我能相信他吗？你不来我不来。苏黎在医院门口就敢动脚踹我，让我颜面尽失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你妹妹她就是这个性子，别人不招惹，她是肯定不会去攻击别人的。你说又说不过她，你跑她那儿找什么存在的？哎，对了，你前面说她和周思辰还分居了，是真的吗？当然，我亲耳听到的。爸爸，你到底会不为我做主啊？哎呀！好了，我回头我去和苏黎说说啊，你先出去吧。这苏家日后还得仰仗周思辰生存呢，这苏黎怎么能和他分居呢？不行，得好好的找他说一说。周总，嘘，你们周总平时就这么忙吗？忙是一直忙，但是最近几个月他总是整宿的失眠，只有白天才能眯一会儿。太太，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就多关心一下周总吧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上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他醒。原来他那晚是失眠了。啊，黎黎，什么事儿？爸爸找人做了你最爱吃的3鲜馅的蒸饺，明晚你带着思辰回家吃个饭好不好？我没空。我没空。啊，黎黎，你是不是还为了云溪半岛的项目和爸爸置气呢？你让我怎么证明你才能相信爸爸给你的爱不比给明珠的少呢？我想要什么你很清楚，说我自私也好，骂我恶毒也罢，我希望苏明珠和那个女人能从家里滚出去，那是我和妈妈的家。生母逝世，父亲带着小三和私生女霸占了原本属于他的家。这些年，
他一定过得很辛苦吧。尽快把婚房收拾好。丽丽，这明珠也是我的女儿啊，爸爸做不到。听说你和周思辰分居了，今天你还当着他的面打了明珠。哎呀，周思辰他喜欢温柔乖顺的，做不到就闭嘴。两种意象又是同一条路线，地铁摇晃着昨天的疲倦，手机屏幕亮着没人回的留言，假装很忙，其实只是有点倦。你都听到了。抬头望一眼这排的终点，谁在原地替换自己的路线？如果现在停下会不会太晚？还是就这样被日子拖延？你是我的老婆，以后有委屈不要自己扛着。也不再害怕改变，背着行李走出门前，回吧。他对于我跟他联姻的目的竟然毫不在意。所有眼泪都成了祝愿，那些没说出口的感言，在你胸口堆成一圈。周总，婚房的。我先上去了。虽然是合法夫妻，但两个不熟的人一旦有了亲密接触之后再次见面，终归是会尴尬的。不能把古板无趣的周思辰架在火上吗？还是我先上为快？苏黎，过来。哦。我明天要出差，周六的见面，我下个星期补给你。好。还有，我的工作很忙，可能没有太多时间陪你购物。这张卡不限额，你可以随便刷。我手上还有些积蓄，这个用到的概率可能不大。你的钱是你的，我的也可以是你的。不怪小姑娘们都喜欢霸总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太帅了，男色诱人，我都有点小鹿乱撞到心崩碎了。还不睡吗？认床，睡不着。那需要我陪你吗？好。可以啊。
同床共枕的第2个晚上，周思辰没有再次因为失眠而半路离开。然而，我们中间依旧隔着一条银河的距离。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，要不要试着靠着我睡？多余的屋檐下有点拥挤，你低头哼着陌生的旋律，雨滴像在配合你的呼吸。我假装抬头在看窗外的天气，其实视线早就偷偷的偏离，想捕捉有关于你的讯息，喜欢却偷偷。他的肩膀宽厚，很有安全感，就这么一辈子靠着，好像也不错。李总，苏董让您下班后去他办公室一趟，他有重要的东西交给你。苏董，您找我？啊，李丽来了，快进来。哎，丽丽，你现在住的那套公寓面积有点小，爸爸给你买了套大的，写的是你的名字。这事儿别让明珠知道啊。爸爸还是希望你能和你堂姨还有明珠处好关系。你堂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不知道我有家庭，他们也挺委屈的。你觉得苏明珠委屈，觉得唐雅琴委屈，唯独不提我妈。这件事里被逼死的人只有我妈，她才是那个最委屈的人。是爸爸错了。华远地产是我妈妈卖掉了外公送她的祖宅4合院才换来的。你以为一点小恩小惠就能收买我？这是我应得的。你手上拿的什么呀？关你屁事！吃火药了！爸，你又背着我给苏黎什么好东西了？我能给他什么好东西啊？爸爸最爱的还不是你，咱们老苏家的掌上明珠啊！进。苏总，公司账上钱只够给员工发3个月工资了。云旭半岛项目再不开局预售，恐怕再过2个月还得再借钱周转。那个受伤的员工张军一直不肯签谅解书，只认苏黎。哎，要不然你去和黎黎道个歉，你们姐妹俩一起把这个谅解书拿下来，好不好啊？你们姐妹俩一起把这个谅解书拿下来，好不好啊？爸，我那天开会的时候可是当着所有高管的面夸下海口的。你现在让我去找苏黎，那我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那你再想想办法，3天之内必须办下来。现在整个公司都在等着云溪半岛的项目回款，咱们真的耗不起啊！啊！我知道了。你也出去吧。进。李总，咱们岳家湾那个项目很难跟进，还有10几家钉子户谈不下来。况且，就算开发建成了商品房，很可能也没有人花钱买。毕竟周围没有任何配备的生活设施，甚至连小学和幼儿园都没有。那块地当时是苏明珠拍下的，项目也是他带头立的，现在这烂摊子却丢到我们李总手上，苏董太不公平了。行了，趁着休假，我去那个地方考察过了，
都是一群留守老人，开发商品房的话，确实不现实。这个是我重新设计的养老院设计稿，你们看看。李总，如果我们建个养老院，员工优先聘请村子里的人，这样既能解决养老问题，还能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。啊，明天再陪我去一趟岳家湾，务必说服那群爷爷奶奶们。是。大家都冷静一下，听我说啊！哎，争这些没用的做什么？我们只想待在这里。对，我不搬迁。对，我不搬，这里是我们的家。待一会儿，我们走。大姐，大家先冷静。我们开完会呢，每个人都可以领2斤鸡蛋，提前走的没有啊。所以呢，现在先听我们李总把话说完。好的，好的，说。各位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们，其实我们并不是要赶你们走，而是要在这里建养老会所，帮大家重建家园。你是说不建商品房，而是建养老会所？对，会所建好之后，大家依旧可以在这里养鸡、养猪、养鸭，还可以种小菜园。劳动所得呢，也可以去食堂换取相应的报酬。要是大家的儿女也愿意回来工作的话，那咱们养老会所的工作人员优先聘请咱们本村的人。这听起来不错。我儿子打电话回来说城里工作不好找啊。哎，这下好了，对，挺好的。那具体方案和拆迁款的分配，到时候咱们杨组长会跟大家交流，也给大家3天的考虑时间。考虑好了之后呢，就去找杨组长报名签合同。好，谢谢。那现在，各位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们可以排队过来领鸡蛋了。我们是排年队，大姐，我们有秩序，的你。李总，这是世家钉子户的拆迁意向合同，其半死不活的项目还得是你来办。您是不知道，前阵子我们跟着明珠总去谈合作的时候有多头痛，他那大小姐脾气差点就把这个合同给搞黄了。丽丽在忙呢。李总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岳家湾的项目你全权跟进，去吧。是。哎，丽丽，云西半岛那个项目出了问题，你姐拿不下，算爸爸求你了，帮帮他吧。我妈妈只生了我一个女儿，我可没有什么姐姐。丽丽，你有和周思辰的婚姻做靠山，以后的生活不会过得很差的。你为什么就不能给你唐姨还有明珠他们留一点傍身呢？爸，你临死前的财产嘱托好像是我和周思辰联姻，公司全权交给苏明珠，是吗？你又怎么能够确定周思辰不会像你一样对原配始乱终弃呢？丽丽，这是再者，苏家和周家联姻，不是你在苏明珠和我之间选择了我，而是周家选择了你。你觉得像周家那样的顶级豪门会让一个小三生了私生女进门吗？想让我解决项目问题也可以，让苏明珠跪下来求我。爸，你怎么背着我来找他呀？我不是说了我能解决吗？他苏黎能做到的事儿，我苏明珠照样能做。我们走啊。
妍希，你在出差呀？没事，你忙吧。哎，周二，你最近到底是跟哪家姑娘闪婚了呀？来杯酒。我听外界传言说她长得奇丑无比，所以你只公布了婚讯，这是不是真的？等一下，你们先别说话，我看到一个顶有气质的姑娘坐在那里，我要去跟她要微信。哎，不是吧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跟我抢女人啊？一个有老婆的人。就是。苏黎，你一个人吗？你不是在出差吗？我今天刚回来，刚好跟几个朋友在这边聊事情。你要不要等我一会儿，一起走？顺便介绍我的朋友们给你认识一下。好啊。这狗东西居然背着他老婆搞婚外情啊！看到了没？一见面就牵人家姑娘的手啊！谁说他不近女色的？我看他就骚他。这样，给他拍下来。他要是不同意带着咱俩投资啊，这种照片明天我就发到他老婆跟周爷的手机里。对，咱们作为兄弟啊，绝对不能助长他这种不正之风。就算他老婆丑，也不能成为他在外沾花惹草的借口，这是渣男行为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婆苏黎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老婆苏黎。嫂子你好，我叫胡明霄，你跟着周二叫我老婆就行。你好，嫂子好，我是顾维征，周二的发小。把你的猪蹄子收回去。你这见色忘友啊你！这话不像是克己复礼、寡淡无趣的他能说出来的。他不用。吃晚饭了吗？我不饿，你们不用管我，继续聊吧。也该到吃晚饭的点儿了。老胡他们家做的海鲜面不错，你想不想尝尝？哦，可以啊。海鲜面安排。那个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。怎么一个人逛到这儿？一个人没事儿干，就随便逛逛。他这是心情不好。
海鲜面来喽！来，嫂子，我们家会所阿姨这个海鲜面啊，那可是一绝，好吃你常来啊！太多了。I can taste you whenever I'm breathing. Tell me are you listening? What is moving 这样可以吗？ Here's all my secrets, I hope you like that. 想悄悄的表情，想假装镇定，却按耐不住开心。我要老婆，奇怪的我记得周二来的时候，他说他吃过了。你懂什么？这是人家之间的小情调，这渣男懂。我渣？哎，我可没亏待过我任何一个前女友啊！讹你了吧？一会儿是跟我回去，还是回你自己的住处？回我自己那边。他是因为我回来没告诉他，在生气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时针停顿，在那一天，你用关门写了句点。人说语言那我先上去。是和分别，这场雨是一直在。黎明飞过自无周总，太太今天好像不太高兴了。您每次出差的时候，再回来会跟家里人说吗？您每次出差的时候，再回来会跟家里人说吗？哦，这个当然要说，除了要说清楚什么时候走，什么时候回来，行程也要跟家人说一下，毕竟老是出差嘛，飘忽不定的，得让家里人安心。周总，我不是说您啊，我说自己。那你们每一次闹完矛盾都是怎么解决的？周总，您和夫人闹矛盾了，这个当然得哄一下呀。您就平时多抽点时间陪陪她，给她买点礼物什么的。我帮我朋友问的。哦，好。再去一趟会所。哎，是。哎，周二，这个点你不跟嫂子在家暖被窝，又回来干什么？你给我转3万块钱干什么？在哪？什么在哪？拉布拉多。拉布拉多？我家没养狗啊。就限量版的那个。哎呀，你上我们家抢劫来了！这几个都是限量款，我等了半个月才拿到的。你一个大男人要这些东西没用。你是不是男人？那你要这些干什么？好歹给我留一个呀！哥们，现在事态很严峻了啊！事态严峻也不行。当你以为有了老婆我也让着你啊？
你还我拉不过？算了算了算了，男的周围有女人是吧？哎，别跟他计较。你们继续喝。哎，别生气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散会吧。李总，这是周总找人送过来的，他的司机还让我转告您，如果您有其他喜欢的款式，再发他，哪怕是镶钻都给您买。送去我办公室吧。是。不是说周思成刚领证就到国外出差了，对我们李总没那方面意思。可是我看他对我们李总明明很用心呀。就是，不知道谣言从哪儿传出来的。人家小夫妻明明很恩爱，好吧？这么会哄人的总裁，谁能不爱呢？哎，李总和周总结婚这件事情，只有周苏两家公司知道，他们还没有官宣，咱们别说漏了嘴。苏黎，抢了本该属于我的联姻对象，现在就连那群老不死的钉子户都能被你哄得团团转，同意拆迁，你究竟凭什么这么好运？天色有点晚，气氛有点冷，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，对白很简单，像是镜子装扮，显得通俗。谢谢你的礼物，很喜欢。周总，这季度我们重点推进3个核心项目。过去我不想谈，却恨也无妨，我要你的自然。爱要坦荡，不要装模作样的坦诚，要你很善良，就算别人说话。周总这是中邪了。我们怎么有点像是在互报行程啊？李总，听说云溪半岛那个项目被苏明珠搞砸了，也不知道苏明珠怎么交涉的。那个受伤的工人张军现在不接受任何赔偿，要告我们公司违法施工。苏明珠人呢？苏明珠现在抱着董事长的手臂，一直哭闹，跟个没断奶的巨婴一样，只会嘤嘤嘤。李烈，来顶层大会议室开会。李总，饭还没吃呢，回来再吃吧。一会儿又要赶胃疼啊。苏董，这个项目就该交给李总，你要为公司着想，再这样拖下去，整个项目都要被拖垮。没错，苏明珠就搞不定岳家湾的钉子户，苏黎就能办得妥妥当当。谁能管理这个公司，明眼人谁都能看出来。苏总，你可不能猪油蒙了心啊！等苏黎来了再说吧。受伤工人张军的事情我可以解决，不过云溪半岛这个项目我得拿回来。云溪半岛这个项目我得拿回来。苏黎，你手上已经有2个项目了，现在还想独占云溪半岛，吃相这么难看，你不如现在就让爸爸把公司给你得了。可以啊，苏董觉得呢？李烈，不如这样，云溪半岛的项目就由你和明珠共同负责。我有2个方案，让苏明珠自己选。李总，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，只要是对公司好，我们绝对鼎力支持。对，没错。
第一，云溪半岛这个项目由我来负责，阳光城和岳家湾的项目还给苏明珠。第二，我和苏明珠共同负责云溪半岛的项目，签一份对赌协议，输了的人要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对方，并退出华远地产。于丽，你一定要这么强势吗？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，你自己选，别让爸爸替你做决定。赌就赌，我还能怕你不成？规则是什么？云溪半岛分为1期和2期同时进行售卖，等开启预售之后，我们俩各自负责1期，谁先卖出80%的房源，就算谁赢。就按你说的来。对赌协议签了吗？苏黎，你这是有备而来啊！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生了你这么个阴险狡诈的女儿呢？无奸不商，这不是您教我的人生哲理吗？你可别后悔。李总，都打听好了，是苏明珠那边托关系找到王院长，把您给张军找好的主刀医生韦主任给调走了，以此要挟张军签下谅解书。张军这边也给我透了个底，只要您继续让韦主任给他完成手术，手术完他就跟您签下谅解书。去找王院长。是。请进。王院长，请坐。有什么事吗？院长，骨科病人张军的手术被临时换了主刀医生，您看能不能再重新给他安排一下？手术我们给他如期安排了，只是换个主刀医生。我们院能上手术台的医生，每一位都很优秀，为什么不信任呢？可是被临时换了主刀医生，病人总该有知情权吧？院长，您看韦主任那边能不能再安排一台手术啊？这个我办不到，我还有个会，你自便吧。王院长，王院长，李总，怎么办啊？你怎么了？有点胃疼，我去给你挂个消化内科，再开点药啊。苏丽，今晚加班吗？不加。请659号到2号诊室就诊。你现在在医院？有点胃疼，过来拿点药。你在哪家医院？京北第一人民医院。等我，我马上到。看完了。没有你的陪伴，我想我该习惯。医生怎么说？已经吃了药了，现在好多了。晚上跟我回去吧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。
但是晚上我还有视频会议，去你家的话不太方便。行吧，那麻烦你了。情绪泛滥该怎么办？回忆剪不断。老爷子，您放心吧，二少爷已经陷入热恋了。李总，我查到了王院长他孙子明天过满月礼，订了长乐居最大的厅，上午的戏。那你明天去金店找一个宝宝能戴的金锁，然后我们长乐居会合，务必尽快拿到华远地产的决策权。知道了，李总。设计师那边耽误了一点时间，我应该早一点把戒指给你的，抱歉。很漂亮，我很喜欢，谢谢啊。我这次回国比较仓促，没有及时告诉你，是我不对。下一次我会跟你分享我的行程。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没有生气啊。你怎么以为我在生气啊？你昨天不是在生我的气吗？啊，我昨天不高兴，那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。那需要帮忙吗？这点小事我自己能搞定。再说了，这么点事儿就找周总帮忙，未免太大材小用了。你出去听，谁家的孩子都30了还不结婚呢？29，真是给我周家蒙羞！我喜欢聪明的、独立的、有干劲，还不粘人，就这4点。您要是能找得到的话，我马上结婚。上天去找吧。苏黎倒是都很符合我提出的条件，只是他不粘人，我怎么反而不开心了？苏黎，空气变得湿漉漉的星期几，多雨的屋檐下有点拥挤，你低头哼着陌生的旋律，雨滴像在配合你的呼吸。我假装抬头在看窗外的天气，其实视线早就偷偷的偏离，想捕捉有关于你的讯息，喜欢却偷偷藏进了心底。突然一场没这就结束了，只是贴一贴不动一动吗？电视剧里都是一边亲一边转头的呀，这是不是太突然？如果有了我，终于鼓起勇气，听懂了你玩笑里的深意，不想只维持着朋友关系，想成为你最特别的唯一。
家里没有计生用品，可以让人送过来。你来兴致了？你还啰嗦什么？索莉，我没那么禽兽，你胃疼才刚刚好，先忍忍。哦，麻了！一次主动换来终身内向。不过，周思辰照顾到了我的身体状况，并没有为了一己私欲而进行下一步，这倒是很加分了。李总，这是你让我买的小金锁，这是您要的红包皮。李总，王院长那个人双标的很，金价又贵，你怎么还给他孙子送这么贵重满月礼啊？我反思了一下，贸然跑到院长的办公室，开口就找人办事，实在太鲁莽，犯了求人办事的大忌。你跟我走。欢迎欢迎，王先生您好，我是您父亲的朋友，给小宝贝准备了一些礼物，还请您代为收下。谢谢谢谢，你别请。李总，刚刚在席上，我们怎么不找王院长谈谈？刚刚那个场合不适合谈事情，我还是给他打个电话，约他吃个饭吧。李总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到。王院长，方不方便一起吃个饭？吃饭就免了，手术我帮你安排了2天后的下午，韦主任能加1台手术，让患者提前准备。太好了，谢谢王院长。刘家成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去医院看望一下受伤的工人张军。是，李总，走。李总，这次真是多亏了您啊！您比那个叫苏明珠的好千倍万倍。哎呀，是啊，李总，您放心，您把量情书准备好，我这手术一完啊，立马就签。是啊，感谢二位的理解。哎，我还有事要先忙，就先走了。好，你慢走啊，你慢走。慢走啊。李总，我先去准备量情书。丽丽，晚上有时间带周思成回来吃个饭吧，就当是回门了。今晚没空，我去问问周思成什么时候有空。周五能不能陪我回家吃个饭啊？周部有一场商业饭局，周总一向把工作放在第一位，我猜呀，他会拒绝总裁夫人。周总变了，他都变得不敬业了，他。晚上留宿还是回你家睡？这一秒像梦一般的心跳，只有你能够明了。回我家，你和我一起回来。好。继续。快，老爷子同我吃瓜了。老爷子，
林特助说二少爷在会议上回了二少夫人的消息，约好了一起回娘家呢。你看，这是他发来的会议上的照片。看来这小子和李丽处得不错嘛。不过都小两口了，还你家我家的，这怎么回事？二少爷的婚房还在收拾中，现在估计这小两口是这边睡一晚，那边睡一晚，还在打游击呢。这点是我做的不好，我一定要弥补一下丽丽。通知思成，让他回来一趟。是。爷爷，思成，来选一选。选一选，带哪些回你老丈人家？这回又安插了哪个卧底在我云逸客机啊？想知道吗？就不告诉你。这个给李李，上次他回家吃饭，本就该给他的。上次你堂哥周思雨也在，他的母亲可基于这件祖传女作很久了，我当时不好拿出来。苏黎他不在意这些，但是我上次送给他的包，他倒是很满意。看把你冷的！哎，你们小两口好好过，尽快给我生个大重孙。听见没？我说起你不喜欢听的就摸耳朵。我都这把年纪了，我周身都是病啊，说不定哪天人就没了。旁边的顾老头比我小3岁，他都抱2重孙了。那你就去抱顾老头的重孙嘛。你简直不给我脸啊！哎呀，我这是脸丢尽了。生，我们也生。那你还来着我这里干什么？现在就回去，晚上就安排。爷爷，我又不是一个机器。你才29岁，又是新婚，难道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有问题你要早点告诉我，我要跟你请医生。没问题。林坤，正常夫妻1周见2次，是不是有点少了？周总，您这新婚燕尔的，不是有点少，是太少了。哦，李李，你说你跟你们家周总新婚燕尔的，怎么就不腻歪呢？我们还不太熟嘛。我的外卖。周总，晚上好。李丽，你老公来了。
这个是祖传的，爷爷让我把它给你。这也太贵重了吧！我这成天跑工地，太不安全了，我可受不起。要不你把它放到你家保险柜里？没关系，坏了的话我就再给你买。哎，尺寸刚好，带着玩吧。我走了。哎，别走，我走，我走，你们俩，慢慢聊。苏黎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彼此的熟悉度还不够，在搬到婚房之前，应该尽快熟悉彼此的存在。我们不是在慢慢熟悉了吗？还可以更熟悉。空气变得湿漉漉的，星期七，多雨的屋檐下。哎，你们家有多少平？我不知道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00的。我走了。开车小心，下次再来。好，谢谢啊。不送。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回去啊？我的外卖。你要不留下吃点？这家挺好吃，我老点。哦，我吃过了。可惜。你们慢用。我以后。他好像在撩我。黎黎，我没了，我就应该把我自己杀了来给你们助助兴。你今晚就跟他走吧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跟他走。我留我自己独守空房，我可以的。你瞧你那点出息，吃你的饭。你看不出来我刚刚很尴尬吗？唉，这样以后我就不方便在你家留宿。你知道我刚刚看到你们那个样子，我心里在想什么吗？我应该在车底，不应该在车里看错。我不知道你到底应该在哪，反正明天张军手术我得守着。我先睡了。看到你们有多甜蜜。魏主任，手术很成功，辛苦了，魏主任。李总，谢谢你啊！李总，你们俩结束给我，我现在就可以签。不用那么着急，等休息好了再说。没事，李总，我们现在就能签。可以的，你给我吧。谢谢你们的理解，
等你病养好了之后，我会给你安排一份相对清闲的工作。啊，哦，对了，这张卡里有5万块钱，密码6个零，就当是我个人出资给张先生的营养费。哎，这我可没有。拿着吧。哎呀，谢谢李总，真的太谢谢李总。赶紧回去休息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谢谢。李总，苏明珠临时把会议提前了40分钟，咱们再不赶回去，他又要交手根了。我们先回去。苏黎估计有什么事儿，大家再等等吧。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他这几天一直迟到早退，不就是仗着能从云溪半岛这个项目分一杯羹吗？人飘了呗。我再怎么飘，那也是在干正事，不像人蠢无脑的苏大私生女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苏黎，你迟到了40分钟，怎么解释？你改会议时间的邮件，我给你回复了吗？按照规定，在我没有回复邮件的情况下，你应该打电话通知我。是你没有搞清楚工作流程，害大家在这里白等了40分钟，所以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吧。苏黎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受伤工人张军的谅解书，我已经拿下来了。说不过我就炫耀钻戒，不要脸！现在把这份文件给提交上去，那云溪半岛项目的预售证3天之内应该可以办下来吧？可以，咱们提交到住建局的资料就差这一份了，我争取3个工作日之内把预售证拿下。预售证办下来，就意味着公司有回款了，不必再担心因为资金短缺倒闭的问题。这件事情被苏明珠办得一塌糊涂，最后还是得李总出马。李总可是帮明珠总收拾了不少烂摊子了。有李总在，是华远地产的福气。苏明珠，不要忘了我们之间的对赌协议。预售证一旦下来，那楼盘就开始售卖了。1期和2期之间，你选一个。我选1期，你就准备好离开华远地产吧。我不会输的。谁离开不是你说了算的，我们各凭本事。既然苏董没什么话说，那散会吧。苏黎，不就是个钻戒吗？有必要故意在我们面前晃你的手吗？好像谁没见过似的。澳大利亚阿盖尔的稀有粉钻，我老公送的，收藏级别，你还真就是没见过。给你多看几眼吧，毕竟以你私生女的身份，想要嫁入豪门，简直就是妄想。戒指再好，老公不回家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你领证这么久，周思辰都还在和你分居吧？做戏给别人看的婚姻，也就你当成宝贝。你总提我的婚姻做什么呀？难道你羡慕我？谁羡慕你了？苏黎，你真的好搞笑！我羡慕你，我苏明珠用得着羡慕你吗？酸死了！下次投胎的时候记得留个心眼儿，别再往小三肚子里钻了。苏黎，苏黎没有销售经验，而我之前在公司售房部待过半年，还拿过销冠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把苏黎狠狠地踩在脚下。周思辰。不是说好在家碰面吗？下班早我就过来了。这个是路过花店买的，希望你会喜欢。
很喜欢，谢谢啊。李总和苏总简直是郎才女貌啊！对，是。苏总，客人来了。哎呀，思辰来了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坐。权势在人心中的重要性，还真是超出了我的认知。如果周思辰只是一名普通白领的话，苏怀山不可能是这副嘴脸。请坐。苏丽，坐啊！思辰啊，你和黎黎的婚礼不想办也行，只要我们两家能保持合作的关系，我是绝对不会介意的。婚礼会在明年开春举行，届时我会宴请京市所有的名流。那好，那好。哎呀，思辰啊，你们也别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，趁着年轻，早点要个孩子啊！尤其是黎黎，你要把重心回归到家庭上，然后为思辰做好后勤工作嘛。黎黎她还小，家里的事情不用她操心，拼事业还是回归家庭我都接受。她开心最重要。至于孩子，决定权在她，她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，或者不生也行。这是周思辰第一次喊我小名，你慢慢喊呀。至于孩子，决定权在她，她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，或者不生也行。丽丽啊，我看你又瘦了耶。苏明珠呢？啊，哎呀，明珠下班回来呢，就说身体不舒服，我看她八成是感染流感了，我怕传染给你们，就没让她下楼。我上去看看嘛。宝贝，宝贝，不哭啊！妈，我不甘心，这门婚事本来应该是我的，我才是姐姐，要联姻也应该是我先啊，凭什么落在他苏黎的头上？我到底比他差在哪儿了？难道就因为我不是原配的女儿吗？行了啊，我已经让你爸爸重新给你物色一家更好的，争取在1年之内把你的婚事安排好啊。如果给我挑的人比不上周思辰，那我不嫁，我这辈子也不能输给苏黎。行了，你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。你爸爸已经答应我把公司交给你了，咱们应该做的是把能争取到的紧紧抓在自己手里。你记住妈妈的话，男人没那么重要。周思辰，你要不要叫我小名啊？黎黎，那你能不能对我也换一个称？你想让我叫什么？老公。You don't have to do 老 I still want your love。 黎黎，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，你打算就这么一辈子连名带姓的叫我吗？阿晨，
I'm still gonna want you。 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吧。好。丽丽，你不用紧张，我也是第一次。两个人都是小白，等下能顺利吗？周思辰，你会吗？好像不会。那怎么办？不是还有你吗？我也不会啊。那我要不找宋妍欣要点视频，学习学习。不用，这是本能，不用学。哦。那你逗我呢？那丽丽生气了吗？看你表现。 널 향한 내 맘은 I love you, I need you, 너에게 하고픈 말. 还疼吗？下次如果难受的话，可以说出来。那你会停吗？哼，男人。不光会停，还会吼。又要出差啊？今天要出差港城，上午9点的航班，下周日回京。那我出发了。起落平安。苏黎，听说你昨天特意让周思辰来公司门口给你送花言爱的。你破防了？你没事吧？我们俩到底谁破防呀？你不破防，你回家吃个饭，有必要专门把周思辰喊过来陪你演戏吗？你们俩的婚姻状态，别人又不是不知道。你若是没有破防的话，那成天盯着我跟他的婚姻做什么？左右脑开始互搏了。你该不会在惦记我老公吧？你别胡说八道。周思辰对你这种类型并不感兴趣，他不喜欢不长脑子的生物。
苏黎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你刚刚说的什么意思啊？刘佳，通知岳家湾养老院项目负责人，10分钟之后来会议室开会。岳家湾原本是我手里的项目，现在凭什么让苏黎一个人全权操作？爸，我把云溪半岛的项目分给了苏黎一半，那原本属于我的岳家湾项目，能不能让他还给我呀？您不能这么偏心，纵容苏黎从我手里抢项目。明初，你就把重心放在云溪半岛上吧。这个项目你要是输了，被逐出华远地产事小，你手中5%的原始股就得拱手让给苏黎了啊！爸，同样都是女儿，凭什么苏黎手中握着那么多项目呀？别吵了，你自己同苏黎去说吧。谢谢爸爸。老苏，你喝点水啊。老苏啊，明珠她就是单纯的性子急，她不像苏黎那么心思深沉，她斗不过苏黎的。你要是再不管管苏黎，那以后我们母女2个说不定真的就被她赶出去睡大街了。放心吧，我是华远地产最大的股东，在我死之前，我会把公司交到明珠手上的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我们不说这些啊。大家拿出自己的专业素养，我们岳家湾的项目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董事长说了，以后岳家湾的项目由我和苏黎共同负责。散会。哎，都别走啊！苏黎，我一来你就散会，你排挤我呀？认识字吗？刘佳，给他念一下。感谢观看，听见了吗？已经结束。下一次会议决定云溪半岛样板间的最终设计定稿，大家都打起精神。是，李总。敏珠总，您还是少动歪心思，多干点实事吧，省得下个月云溪半岛预售开启，您连您最引以为傲的卖房子都输给我们李总。得意什么呀，苏黎？你迟早是我的手下败将！看什么看？你是苏黎走狗！周总，婚房已经收拾好了，您和夫人随时可以搬进去。好。老婆乖啊，回去给你买礼物。我正工作呢，先挂了。我记得在刚落地港城的时候，你老婆给你打过一次电话。正常夫妻一天需要打这么多次电话吗？对不起啊，周总，打扰到您了。你过来一下。我不是责备你的意思，我是真的想问，正常夫妻之间一天具体需要打几个电话？周总，对于一个女人而言，她每天给你打电话查岗才是真的爱你。你要是一条信息不发的，那说明我在她那儿可有可无的，那就危险了。哦，你去忙吧。是周总。
合法夫妻，丈夫出差1周，两人都不联系一次，是不是有点太生分了？你到了自己输密码进来不？苏黎，周思辰，你希望是谁？没有，刚刚我哥说过来给我送水果，我以为是他打电话来的。哦，这周工作忙吗？特别忙，岳家湾的养老会所要重新动工了，云溪半岛的样板间我也想要重新设计装修一下。他身上好像永远有一种向上、坚韧的、不服输的力量感，不输我圈子里的任何一个男人。好，那你出门注意保暖，最近流感很严重。你也是啊，出席人多的地方要注意防护。丽丽，哥给你送吃的来了，还不快来接驾？我哥来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哦，好，那个。我哥来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究竟是什么歌能让林一笑得这么开心，还连他家的密码都有？我哥终于回来了。凌晨12点，那就算是亲哥也该困了吧？再说他也没有亲。思辰，你在干嘛？下一周要开的项目，下个月呢就要开启预售了，我有点不太放心，所以过来再看看设计图。那个人走了吗？你说的是我哥？有没有必要叫得那么清？今晚打视频，周思辰的情绪就有点怪。现在提起堂哥，他似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火药味，好像是……周思辰，你在吃醋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那个人是我堂哥，叫苏岭，我们很久没见了。见到他我很高兴，不过他现在已经回去了。哦，堂哥，堂哥好。所以我们日理万机的周总，今天突然给我打2个视频电话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丽丽，你看我出差到现在也有1周了，你连一个电话、一条信息都没有，我觉得这不是夫妻之间正常的相处模式。正常夫妻的相处模式？我父母倒是圈子里出了名的恩爱，不过苏怀山很早就有了小三，私生女都比我大1岁。他每天是哄完我跟我妈，又要去哄小三和他们俩的私生女。思辰，你说，难道这就是正常夫妻的相处模式吗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这是你爸的问题。丽丽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像你爸那样伤害你们。
也不会像我爸那样专横霸道。周思辰的父母是圈子里出了名的冤枉。丽丽，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因人而异，你等我回去，我们一起摸索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相处之道。好，我等你。好。你有几块福钱？这个分单忘记吧。你现在要看吗？我要睡了，回头再聊。哎呀，死嘴，还是比脑子快了一步，怎么能问出这样的问题？回去你自己数。周儿，你看这条手链是不是嫂子的？卡扣的地方好像坏了。云坤，去趟会所。是。丽丽的手链呢？这呢，都在前台放了好多天了。哎，想要啊？拿你车库里那台布加迪威龙来换。一条手链换台车，你咋不抢银行呢你？可以。我跟林坤说一声，你自己去取。那周儿，你这是被吊的凯子吗？你懂什么？这可是人家周二老婆的东西，这老婆的东西啊，那就是无价之宝。哎，周儿，下次请务必让嫂子来我的酒店吃个饭。哎，万一她再落下个什么东西，我也好装个大运，换辆车玩玩呀，不是吗？上次嫂子来咱这吃海鲜面的时候，你不是拍了很多照片吗？记不记得？对，想要吧？不想要我就删了。别删！把照片发给我，想要哪台车自己去车库取。得嘞。哎，见过老房子着火什么样吗？啊，没见过，但是吧，我倒是见过这禁欲大佬啊，坠入爱河。哎，我还见过周思辰为了女人打破禁忌呢。哎，这就走了，怎么不留下来喝口酒啊？有事儿。我懂，我都懂。小别胜新婚。我懂，我都懂。小别胜新婚。丽丽，你也想我了对吧？琳琳，苏黎，回去注意多休息。思辰，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了。我也没想到我会烧到晕厥。以后再有不舒服，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不管我在哪，我都会第一时间替你安排好一切，再赶到你身边。丽丽，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，
你以后遇到问题不要自己扛，你可以依靠我。心底陪伴着我呼吸。明珠，吃点药才能好得快。爸爸，我好难受，我走不动。哎呀，乖嘛！再坚持一下，你想要那个包包啊？爸爸明天就给你买。那你说话要算数啊，不然我不吃药了。算数，算数，你妈妈可以作证。我作证，一定给你买。丽丽，喝药。我不要喝药，药太苦了。丽丽乖啊，丽丽乖乖把药喝了，爸爸就给你买最大的芭比娃娃。来，慢点慢点，哎，护士，您稍微轻一点，我闺女怕疼啊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，一下就好了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好了，丽丽，你别哭了啊！爸爸给你买好吃的啊！以前，人人都说我是苏淮山的掌上明珠，后来我才发现，这个时间管理大师的掌上明珠，从一开始就是另有其人。后来妈妈走之后，我就没了家。若愛是但求開心，我問你有家，要不要求其傷心？我帶你回家。这是婚房，丽丽，这将会是我们共度余生的家。往后余生，就请苏小姐多多关照。那也请周先生。让我刚习惯一些遗憾。咖啡和碗一般却离离有家了，尽管知道婚姻是座围城，但是这一刻，我想赌一把，周思辰会是良人。天黑以后，只剩寂寞。来，把药喝了。我能不能不喝药啊？太苦了。撒娇没用。这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要苦一起苦，我先打个样。哎，夏天的风哎呀，我喝还不行吗？穿过头发，穿过耳朵。体温还是没有完全降下来。等一下，我帮你物理降温。物理怎么降温呢？就拿酒精把身体擦一下。擦身体？谁擦？你擦？我擦。哎！你看起来好像一个蚕蛹。用词不当，像蚕宝宝。
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区别吗？出来吧。我可不可以自己擦？就没见过这么害羞的夫妻俩。那你自己来，有任何需要随时叫我。感觉好些了吗？比昨天好多了。我明天想要去上班。你是要拼劳模吗？明天就是云溪半岛开启预售的最后准备阶段了，我还要跟组员们开会呢。而且，我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输给苏明珠，我总不能将华远地产拱手让给私生女吧？明白，苏总。那既然老婆一心搞事业，老公也要做坚强的后盾。明天我送你上班。周总，您在听吗？你在开会啊？没开麦，也没开摄像头。那你忙吧，我先回去睡觉了。等我一起，10分钟结束。挑重要的话说，10分钟后我还有别的工作。你经常在你员工面前说谎吗？撒什么谎？会议结束之后，你是要接着工作，还是要陪我睡觉？丽丽，麦没关。刚刚周太太几句话就把我在几万名员工心目中的位置给毁了，该怎么补偿我？胡说，我才10几个人了。你觉得他们平时不议论我吗？嗨，原来周总着急结束会议是为了陪太太。看来林特助以后给总裁安排时间表的时候，要尽量把会议时间往前提了。毕竟咱们周总现在可不是单身，不能耽误哄老婆。周总可能跟太太有工作要谈，大家别多想，回头也别闲聊。别以为周总不知道你们私底下建的那点小群。难道周总有小号埋伏在群里？快，和老爷子同步吃瓜了！看到没？周思成这小子就是跟我装，什么女人影响工作，他不喜欢女人，这些鬼话都是骗人的。把老婆给他安排好了，他比谁都猴急。老爷子，依我看，您离抱重孙子也不远了。通知周思成，这周末带丽丽回家来吃饭。好。别，这小子要是现在箭在弦上，一个电话过去把他吓蔫了，那就不好了。还是明天再通知吧。是。在你出差这段期间，我抽空找了趟中医，学了一套按摩手法，对失眠很有用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好。
都来不及都告诉你。怎么样？哎，那个，我记得我上次出差的时候，你不是想看腹肌来着吗？现在要看吗？你今天想做？我还生病着呢，这传染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。但你若是坚持，我没什么意见，后果自负就行。我哪有那么气势？逗你的。那我想看，我能摸摸吗？啊，当然。腹肌呢？这么绷都没有啊？最近是淡季，工作太忙了。那宋妍鑫给我发的腹肌小视频可好看了，我还一直想摸摸自己家的试试手感呢，没意思。你还偷偷看别人的腹肌？我不过就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嘛，谁让你没有的？那我只能看别人饱饱眼福了。没有，我可以再练。你以后不准再看别人的腹肌，听到没有？我给你删了。不看就不看了。我以后只看你的，好不好？哎，等等，告别我。古板无趣的周思辰，好像在慢慢的改变了。哇，一大早上就这么刺激吗？好啊。快快快，和老爷子同步吃瓜。林特助也是有老婆的人了，怎么还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小家子气啊？确实是我没管教好下属，该罚。身为总裁特助，做事情却毛手毛脚的，还藏不住马脚，确实该罚。周总，太太，求放过。那就罚1个月工资。司长，我得过几天才能回去搬家了，但冰箱里还放着我哥送我的水果呢。过几天回去它就坏了。我今天早上还有空，一会儿就去帮你把水果拿回家。那我把密码发给你。发你了，我先走啦。林坤，哎，我拿到我老婆家的密码了。哎呀，恭喜周总啊，和太太关系又近了一步。那个，我把照片删了，这次可不可以饶过我？不行。不过，如果你能把那个照片发给我，年终奖你会再得到100万。
啊，好，发过去了，周总。哎呀，周总，您长得帅就算了，出手还这么阔绰，活该你有对象。再讲一套房，从我的房产里面自己挑。谢谢周总。周总是吧？哦，黎黎的堂哥，遇上正好，聊聊吧。好。周总和我家黎黎领证也有段时间了，外界传言你们现在还在分居，什么意思啊？开放式婚姻啊？我跟黎黎是闪婚，婚房前2天刚刚收拾出来，之前分居的谣言也是真的，但现在不是了。是，周总日理万机，我能理解。但是我希望下次出差前能不能做好善后工作，不要让我家妹妹陷入舆论中。她也是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女孩，我不希望任何人侮辱她，明白吗？什么舆论？说你不满意这段婚姻，嫌弃丽丽，所以才会在领证当天走人。说你在外面养了人，过段日子就会抛弃丽丽，跟她离婚。原来我出差那1个月，对苏黎造成了这么大的舆论影响。我会证明。希望如此。云慧，下周云一科技新品发布会，座位重新调整，留出老板娘的位置。是，周总，您这是打算正式官宣云逸科技的老板娘了？她是我妻子，我从未想过对外隐瞒她的存在。黎黎，你唐姨找人要收拾一下屋子啊，最近整理出来不少东西，你明天有空回家来看看哪些要留，没用的就让人给扔了啊。我知道了，正好把妈妈的东西拿回我和周思辰的家。你在干什么呢？太太说这些旧东西不要了，让我把它们处理掉。丽丽，怎么了呀？这是？这是我妈妈一针一线绣的。唐雅琴，你有什么资格扔掉我妈的东西？黎黎呀，那个是你爸爸说的，这家里的旧物件都不要了，我也不知道这是有用的东西啊。丽丽，这事儿也不能怪你堂姨啊，她也不知道这是你妈妈留下的。再说，为了这点事儿，不值得生那么大的气，是吧？上面还有我妈的名字呢，究竟是不知道，还是故意的呀？苏啊，这个事情确实是我的错，我都没看一眼就让人给扔了，也不知道这个房子里头还有没有黎黎妈留下的其他东西。我看我们母女2个还是搬出去吧。那你们俩搬出去吧，这是我妈妈和我爸的婚后共同财产，你们俩住进来的确不合适。好，我搬，我现在就搬。一个死人留下来的东西挂在家里，我觉得晦气，是我让阿姨扔的，怎么了？
苏黎，你敢打我？你若是不想再背他，就别在这里发疯。爸，你就纵容苏黎这么欺负我跟妈妈吗？李烈，还不快跟你唐姨还有姐姐道歉！爸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爸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你苏怀山再无任何瓜葛。李烈，你真要跟爸爸断绝关系吗？慢慢放下了防备，任拒绝被夜色包围，越寂寞失去临界无所谓，身体里的谁在和我敌对，决绝成为面前的傀儡。李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认识这家人吗？这儿是我妈妈的祖宅，后来因为苏怀山创业需要资金，就给卖掉了。我下午没事儿就过来逛逛。周总，就诊的时间快到了，附近有一家比较出名的甜品店，要不我带夫人去逛逛？您先。你想跟我一起？去哪儿？我下午约了心理医生，你要不嫌无聊的话，就陪我一起。好啊。林坤，对，周思成入睡困难的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半年前，周总在国外遇到了枪击血械丧命，留下了心理阴影。那他受伤了吗？周总没受伤，但是保镖死了。周总这么多年在外面一个人打拼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光鲜亮丽的背后，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。是熟人做的吗？这个太太还是亲自问周总吧。那个漂亮女孩就是你上次提过的让你心动的人。她是我太太。介不介意让她一起进来？算了，她胆子比较小。我现在给你调整治疗方案，需要你太太的辅助，只需要她坐在你旁边就行。周太太，麻烦您进来做一下辅助治疗。周先生，我们现在开始，请你陈述下半年前那天晚上发生的事。那天，我刚参加完峰会，回到自己的住所，在地下停车库遇到了4名劫匪。子弹当时离我只有半米远，只有半米远。只有半米远。这是你第4次会议卡到这个地方，周思辰，把它讲完，让别人跟你一起分担。思辰，我在呢，我永远都在。思辰，
当时我的宝贝要冲了上来，你把马路推开，替我挡住了子弹。他跟了我很多年，他叫老张，我只知道他叫老张。我说完了。很好，有怀疑的人吗？有。非常棒，周先生，恭喜你，你已经能克服恐惧，讲出所有事。周太太，功不可没。这样，我先给你开个药，失眠这事儿慢慢来。我们去趟会所吧。太太，还好今天有你在，周总才能成功战胜心理恐惧。前几次不仅治疗失败，周总还因为应激反应吐得走不了路，是不是被吓到了？丽丽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，不会让你身负险情的。周思辰，我心疼你。都过去了。那你也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才会将云翼科技给签回国的吗？不全是。这5年，周氏集团的财报每况愈下，老爷子便动了换继承人的想法。但有些人为了彻底杜绝我回国，便动了杀心。我虽无心争权夺利，但也绝对不会任人宰割。所以这个继承人，我还真要去争一争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件事情是你堂哥周时雨做的？所有的证据都已经秘密移交给警方了，最晚明天，周时雨将会牢底坐穿。这是周家的丑闻，所以不会大肆宣扬。门生干大事，不愧是华尔街的通天神。那爷爷这么大年纪，该见过的都见过，放心。只是我要管理2家公司了，从明天开始就得累成狗。到时候周太太还会心疼我吗？会，当然会。我会永远心疼阿晨。这条手链是你落在会所的，卡扣的地方已经找人修好了。这是我妈妈送我的手链，当时不见了，我还伤心好几天呢。那太太可得好好谢谢周总了，这可是周总因为辆不加 DV 龙换来的。一辆车换一条手链，你疯了呀！跟你有关的一切都是无价的，我认为很值得。周思辰，你变了啊！我哪里变了？变得油嘴滑舌。肺腑之言。那你帮我找回了妈妈送我的手链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这个简单，明天你跟我一起出席云翼科技新品发布会，以老板娘的身份。你让我作为云翼科技老板娘的身份露面，
那就是将这门婚事彻底给钉在铁板上。一旦咱们俩的婚姻发生变故，云逸科技和周氏集团的股票都会有所动荡。周思成，我给你时间考虑好，你到。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，那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，才会让温暖善良的你不得不做出最坏的选择。真到了那一天，我愿意接受来自社会的审判。但李丽，把故事娓娓道来的说，把情绪摊开之后再操着，你那么多的是我辗转反侧，那就像整部就让我们一起好好经营我们的婚姻吧。还留在原点，我们的爱偏离航线，最后真的消失不见，是我不小心。马上就到了，紧张吗？太太，今天的新品发布会，咱们云逸科技邀请了京圈的所有资本大佬以及全国的商业合作伙伴，并且会在财经频道直播。还直播？那我可得发给苏秉柱看。他呀，因为没能嫁进周家，一直说酸话，还一直在外面乱造谣。我今天就让他酸死，气死你！谢谢。云逸科技新品发布会即将开始，今日我们总裁将会带着太太一起出席。上次周总公布的婚讯就只发了结婚证封面的一张照片，却没公开太太是谁，没想到是在等一个良辰吉日呢。上周倒是有谣言传周总的新婚妻子是苏家千金苏黎，但周总对这门婚事不重视，更是不喜欢苏黎。苏黎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豪门弃妇。像周总那种事业有成的高岭之花呢，娶的那都是贤内助，而苏黎这种工作狂女魔头，哼，之后结婚生孩子时间都没有。哎，周总来了。哎，真的是苏黎。请问周总，您为什么会选择和李总这种女强人结婚？毕竟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贤内助。谁说成功男人的背后就一定要有一个贤内助？我要找的不是一个保姆，而是能够陪我共度余生的人。我的妻子，她拥有自己的事业、目标与信念，能够遇到她，是我的幸运。能够遇到她，是我的幸运。哎呦，明珠，这怎么呀？这是？我苏黎凭什么配得上周思成？我哪一点比不上他了？哎呦，宝贝，在妈妈眼里啊，你就是最好的。不就是个周思成嘛，咱们不稀罕啊，让你爸爸再给你挑个更好的。爸，你倒说话呀！我要找个更好的。明珠啊，咱们苏家之所以能攀上周家，那是因为苏黎的外公和周老爷子是旧相识，这是咱们苏家能结识的天花板了。好，哎，老苏，我打听到周思成还有一个堂兄周时宇也没有婚配，要不你找个机会跟周老爷子聊聊？哎呀，明珠啊，周老爷子对孙喜的要求可不低啊，你可能不太适合。而且这个外界传闻，周时宇为什么？我哪点都不比苏黎差，凭什么他能我不能啊？就因为我跟妈妈是你养在外面的吗？明珠，你不是小孩子了，宠你是一回事，你自己也要有分寸。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，你心里不知道吗？明珠，你总是想着和那个苏黎比这比那，
你怎么从来不跟他比工作能力呢？明天就是云溪半岛预售开启的日子，你最好别让我失望啊！帮我查一下池南胡同52号四合院业主的信息，谈一下多少钱能把它买下来。周总，那块的房子不会太便宜，您预算是多少？没有预算，上不封顶。如果业主不愿意出售的话，可以加价，或者附加别的条件。这个月底之前把它买下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暗中收购华远地产的散股，注意不要打草惊蛇。什么不要打草惊蛇？周总，林坤，我先去忙了。我先回公司了，咱们回家见。留下来陪我吃个饭吧。我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从你这儿到华远地产需要18分钟，40分钟之后我必须下楼。10分钟之内把餐送上来。所以你每次都是让秘书把饭给你带回来啊？基本没什么时间下楼。身处高位也挺可怜的，连下楼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怎么这个眼神看着我？就是觉得你赚钱也不容易，我要向你学习。别人都说我是钻石王老五，只有你心疼我赚钱累不累？周太太是想夫妻之间搞内卷吗？也不是内卷，主要是你太优秀了，我要是逊色的话，也会没有安全感的。可是我并不觉得周太太比我差呀。夫妻之间的商业互吹，说的都是实话。看什么？你长得好看。周太太是不想走了吗？周太太是不想走了吗？我吃完了，回去加班去。跑什么？你别乱来啊！被你员工看见了，你的人设就全都崩塌了。我是什么人设？禁欲不近女色的霸总，女人贴上你，你是一脚踹下，而不是把人扣在这不让我走。我不近女色吗？你低头哼着陌生的旋律，雨滴像在背后。你最近纵欲过多，天气干燥，你多喝点水吧你。我走了，你自己慢慢吃吧。可这个是空的呀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眼睛怎么这么黄？该不会是看了云仪科技新品发布会的现场直播，看到闪闪发光的我的红眼病了？苏黎，我不想跟你说话，你最好别惹我。呀，被打了？怎么打架打输了？去找你爸告状啊，让他为你出头。60岁正是打架的年纪，还有你那个小三妈，你们一家3口走到哪儿不是所向无敌？苏黎，你不说话会死啊！宝，你上热搜了！宝，你上热搜了！什么热搜？你看我给你发的截图啊！我刚刚看了你的微博，半天的时间已经涨了10几万粉丝，而且全是夸你的，几乎都是妈妈粉和事业粉。怎么样，周太太，激动了没有？像这种有关云仪科技的话题，底下全是夸的，也很正常。但
但凡要是有一条恶评，你觉得周思辰手下的公关团队会允许他挂在那儿吗？这都不激动啊！哎呀，我真的要跟你这种情绪稳定的人拼了！行了行了，挂了啊，工作了。刘姐，帮我在微博上发布咱们2期楼盘还有3个不同装修风格的样板间宣传视频。是。李总，你涨粉10几万。我老公带给我的资源，我得好好利用一下。李总，我严重怀疑你让我发宣传视频是假，趁机撒狗粮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？发吧你。是。哎，李总。周总，明天就是太太跟苏明珠对赌协议开始的日子了，需要暗中给太太提供帮助吗？给她帮助？可我老婆的业务能力在我之上啊！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给她帮助啊？周总，您以前可没有这种语气说过话呀！您这样，我有点害怕。哎，你说这个年终奖给你们发什么福利好啊？这个呀，周总，这送房子可比送钱实在多了。去安排，公司上下1人1套。是，周总。我以前不这么说话吗？苏明珠，你做什么事都要迟到了，错过云旭半岛开售的吉时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吗？老东西，你还是好好想想，等苏黎被赶出华远地产后，你这条走狗该如何自处吧。我要是你啊，早就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弃暗投明了。苏明珠，张总可是华远地产的元老之一，更是我们华远地产的开创者之一，岂是你一个小辈可以顶撞的？够了！苏黎说的没有错，还不赶紧给张总道歉？爸爸，对不起，张总。苏总，咱们开始吧。各位，云溪半岛预售正式开启。苏黎，我的团队已经做了充足准备，几套方案轮番上阵。你呀，就等着给我彻底滚出华远地产吧。行啊，我会带着你5%的原始股一起收入你手。各位，看房送礼品，交定金砸金蛋，成交即送全屋家电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来来来，哎，你们请。李总，我们是不是也赶紧想点什么点子？这苏明珠搞这么多花招，招揽这么多客户，你们的对赌协议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他卖不出去几套房子。你看那些人，有哪个像是来买房子的？都是冲礼品来的。我们的优势是精准，以老带新，把房子卖给真正有需要的人，借交借造，用最优质的服务和售后打好口碑，能够做到吗？能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你们拿了礼品不买房怎么回事？不买房就把礼品还给我，别跟个乞丐一样死乞白赖的在这占便宜。不是你说的看房送礼物吗？我们占你什么便宜了？哎，你要不是看有礼品送，谁爱来凑这事儿了？喜欢走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你好，我要1套楼王，让你的金牌销冠给我服务。来，给宋小姐好好讲解讲解。是，苏黎，不准找外援冲业绩。我说怎么一进来闻到一股酸臭味？原来是有人故意在这发酸呢。给我3套，不用介绍，我今天来就是给我闺蜜撑腰的。是，哪有生意送上门不做的道理啊？有钱不挣是傻子。这儿交给你们了，李总放心，保证漂漂亮亮完成任务。
我对我的团队有信心，你来瞎凑什么热闹啊？我还真是来凑热闹的。你爸找的老三被人网暴了。云逸科技新品发布后，网友们就扒了你的背景，结果把那小三唐雅洁还有私生女苏明珠给扒出来了。现在网友们都愤愤不平，对他进行轮番攻击。建议采用封建社会。人贩子，看看这2张脸，他们送去缅北卖零件处理。这私生女在公司处处真真，世上怎么会有如此不要脸的人？你看，几乎都是你的事业粉和妈妈粉来支持你的事业。现在这些网友战斗力还真是强啊！苏明珠那个一点就炸的炮仗，要是看到这些评论，还不得被气得当场晕过去？现在这个形势对苏明珠很不利，就算她有再强的销售能力，她注定输了这场赌局。再加上她那5%的股份，哎，你手上股份还有多少？我手上有10%，再加上妈买留给我的27%，还有苏明珠的5%，那就是42%的股权。可是苏怀山手里有46%，想要在公司拥有绝对的控股权，还远远不够。没事，还会有别的办法。哥，现在在我们这组下单的，直接送全屋智能家居，还能参与砸金蛋抽汽车的活动，比他们那组划算多了。您看看我们这个楼盘加就是抢人家家产的私生女。报告李总，我们的销售团队卖出去1000套房，超额完成目标。这是苏明珠迫于多方压力下签的股权转让协议。迫于多方压力，谁威胁他了？那群痛恨小三的网友上售额处讨伐苏明珠，并且人手买了1套房。讨伐？他们打他了？这可是犯法的，他们不用为了一个私生女去蹲局子吧？是不是已经闹进警局了？你去把他们全部捞出来。李总，你别担心，一开始那群客户是要打苏明珠来着，但是周总的林特助刚好来买房，被他带的保镖给他们制止了。那一瞬间，林特助帅呆了。小三人不得好死！小三，你是老苏，你就这么看着我跟明珠被欺负啊？之前你追我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要让我做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我有什么错呀？明珠她又有什么错？凭什么那些人骂我是小三吗？爸，这一切肯定都是苏黎干的，他早就看我跟我妈不顺眼了。你把他叫过来，我非撕了他不可！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？现在全网都在挺苏黎，我们家都被盯上了。你现在还敢把苏黎扯进来啊？你脑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？是胶水还是浆糊啊？你能不能学一学你妹妹呀？你能不能聪明一点呀？爸，你是不是只爱苏黎不爱我呀？就知道你偏心。既然这样，跟妈妈还是离开这儿吧，反正你看着我面闹心。这个老东西吃软不吃硬，再跟他硬来，说不定真的把我跟女儿赶出去了。老苏，你消消气啊，明珠她还小呢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，你先坐下。老苏啊，网友他们这样是要逼死我跟明珠呢，你去找找你女婿吧，让他想办法把那些攻击我们的言论给撤掉。再这么下去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抑郁了。行了，别哭了。我去找周思辰谈谈，他应该会给我这个老丈人一点面子吧。周总，热搜帖下面有一条对太太不太友好的评论。我们的技术部门查到了，这个账号的 IP 就是苏明珠，
还查到了他之前也发布过一些诋毁太太的言论。不过我们的公关团队已经入场了，让他彻底闭麦。只针对他个人就行了，不要牵扯其他事情。是。还有周总，关于您岳父和小三的那件事儿，不是我们的人做的，是细心的网友自己发现的。那些现在在网上叫的最凶的人，都是野生的路人，不是我们的人。那就别管，让事态自由发展，这是他们自己种下的因。周总，您岳父华远地产苏董求见。岳父来找我，有什么事情？思辰，爸还确实有事儿找你帮忙。这2天网上全是网暴你、唐姨还有明珠的帖子，我们家都被变态网友给盯上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我们苏家就彻底完了。你看，能不能请你帮忙给处理一下？这事儿我帮不了。有件事情您需要了解一下，这是苏明珠在网络上的发言，字字句句都在诋毁、辱骂以及阴阳李林。他在互联网上欺负您另外一个女儿的时候，您不管，现在回旋镖扎回来了，心疼了。周总，这也不一定是明珠发的吧？现在网上的帖子那个 IP 谁能说得清楚呢？你不能凭着你的感觉就把所有罪名都安到明珠头上。苏董，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做什么的了？我手下那么多科技人才，难道查不出一个账号的 IP 吗？以周思辰的能力，若是为了苏黎追究起来，让苏家破产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儿。周总，这样，我回去我一定好好的说明珠，让他不要在网上乱说话了，然后让他给黎黎好好的道个歉。还有这个苏明珠在网络上发什么疯我不管，但是如果再有类似攻击我太太的行为，我也绝对不会坐视不理。也请您不要事后再去找黎黎说这件事情。您是她的父亲，您可以不爱她，但我不允许你伤害她。周总，我对苏明珠和唐雅琴被网暴的事情，你们自己消化。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去找黎黎的麻烦，那我就去找苏明珠的麻烦，我陪你们玩。怎么回来这么晚？羽西半岛刚开启就卖爆，所以临时给销售团队开了个会，让他们务必做好售后服务。黎黎真棒。没洗澡呢。一起洗。周思辰，你把我衣服都毁了。不要这么连名带姓的叫我。周思辰，周思辰，周思辰。我给你赔时间。周思辰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补充一份婚内协议，这夫妻义务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1周2次。这种协议就没必要签了吧？要不显得我们多生分。怎么没必要啊？必须得签。丽丽，我觉得就咱们这个年纪哈，科学的分析1周2次是不是有点太少了？我觉得刚刚好啊，而且
之前我们说过这个话题的，你也是同意了的。那我现在反悔行吗？没门儿。苏黎，张叔，这么晚怎么了？我刚得到消息，王敬明查出恶性肿瘤，明天要来京市看病。他手里有华远地产7%的原始股。我明天就到医院。王敬明这个人思想顽固，跟你爸的关系很好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知道了，张叔。需要帮忙吗？阿晨，如果你要把你公司的一位股东给赶出去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们公司除了苏明珠，还有别人欺负你？我想把苏怀山也给赶出华远地产。胃口不小。你爸是华远集团的董事长，是最大的股东，想让董事长出局，常见来说就是让他主动转让股权，但这一条大概不可能，所以你就要大量收购股权，暗中从其他渠道收购，等你手上的股权超过他的时候，你就掌握了绝对话语权。其实我有在私下收购华远地产的散股，但是这个月我突然发现也有人在收购这些散股。我怀疑过苏明珠，不过显然他没有这个脑子。哦，那会是谁呢？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呀，有位股东跟苏怀山的关系很好，那我怎么在不惊动苏怀山的情况下，又让他把他的股份卖给我？你可以从他的家人入手，或者从他跟你爸之间的利益关系中找破绽。丽丽，股东之间从来都没有纯友谊，大家为利而来，也会因利而散。那我明天会回他。还有一个更简单粗暴的办法。你说。我直接收购华远地产，然后把公司转让给你，到时候你想让谁出局，谁就出局。有种误入高端局的感觉。我们领证之前没有签一份婚前协议。阿成，你就不怕我骗你啊？你骗我什么？骗你钱啊？不用骗，你要多少钱？我给你。你平时习惯用哪个银行？周思辰，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再补签一份婚前协议。我同意补签的，得让你的手下准备一份合同，我们呢重新补签一下，你呀做个财产公证。不做。难道周太太是想跟我离婚吗？那倒没有，我还是考虑得很清楚的。离开你，我找不到更优秀的男人。选一张吧，我也不知道这里面哪一张有多少钱，但应该足够你收购散股了。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再给你转。你已经给过我一张卡了，而且我也有些积蓄。我妈妈生前给我买了很多信托，每个月都会有收益。苏怀山也给了我一套房子，我可以把它偷偷卖掉，还能回款几千万呢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并不缺钱，我要是真的缺了，一定会跟你说的。怎么了嘛？没事。我干嘛呀？老婆太能干，显得我这个老公毫无用武之地。谁说你毫无用武之地的？爸爸，让我充充电。
你交吧。阿战，你失眠有好转了吗？是香香软软的老婆，这会苏黎啊，谢谢你帮我们联系胸外科的主任。我们家在这块呢也没人，这次多亏了你啊。江阿姨，王叔叔跟我爸妈交情甚好，这个忙我理应当帮的。其实我今天来也是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想必您也知道，我父亲想要将公司交给苏明珠，但是以苏明珠的能力，公司早晚得倒闭。这公司毕竟有我妈妈的一份心血，于情于理，我都不可能让公司毁在苏明珠手上。所以希望王叔叔能将您的那份股份转让给我。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按实时股价再提20%给您折算，金额一次性打您卡上。苏黎，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。我和你父亲是多年的挚友，我不可能背叛朋友。王叔叔，您再好好考虑考虑。如果是因为这件事情，你才给我安排的主治医生，那你大可以撤回安排。你说的这件事情不可能，你走吧。王叔叔，我再给您一点时间，您好好考虑一下。今天我先走了，不打扰您休息。我想陪你温柔，我想牵你的手，我想你能靠在我胸口啊，那心情多温柔，全部都藏进你眼中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来给我家猪太太充电，谈的不顺利吗？他们有缘不尽的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文的不行可以动武，必要时采取一些手段，令对方迫不得已答应。动武？嗯。你让我绑架王继民？犯法啊！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不讲武德，去查一查对方的家人及黑料，拿捏他们的把柄。懂了，但是我手底下没有这样的人才啊。能不能麻烦周总帮我查一下，顺便把他老婆将来也查一下？交给林坤就好了，他办事效率高。走，回家吃饭。自从妈妈去世后，除了宋妍欣，就再也没人记得我生日了。许个愿望吧。丽丽，生日愿望要大声说出来，才会比较容易实现。不是不说出来才会比较灵吗？最近的说法是要说出来。行吧。第一个愿望，我希望下个月能够拿回公司。第二个愿望，早点买回妈妈卖掉的4合院。第三个愿望，希望周思成爱我。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
我这个人比较贪心，不用放在心上的。就算他不爱我，像现在这样相敬如宾的过日子，好像也不错。丽丽，能不能帮我也许一个愿望？你想许什么？周思辰跟苏黎会永远永远在一起。周思辰、苏黎永远永远在一起。丽丽，生日快乐！老公没用，很遗憾，只收购到了华远地产1%的股份。我说呢，原来一直跟我抢散股的人是你啊！这是四合院的房本。你是什么？我才刚许完愿，你怎么都帮我实现了？应该高兴的事情，怎么还哭上了？哎，不对，我跟这个四合院的现任主人交涉过，不是有钱就能够买到。你是不是费了很大的力气？没有，出力的是林坤，我就负责签个字。哦，对了，我查到一些消息，资料已经发到苏总的邮箱里了。这个王金民倒是挺干净的，没什么黑料，倒是他的老婆将来身居政界，利用职务之便，长期与不同的男下属保持着不正当关系，所有的证据都在资料里了。这样的桃色新闻要是爆出去了，那将来引以为傲的政治生涯可就彻底造作了。算算时间，他应该明年也就退休了吧？王太太，明天见一面。苏黎，我们家老王是不会同意股权转让的，我们没必要再联系，删好友吧。王太太，你再想想要不要见面？地址，徐大哥。苏黎，你查我？江阿姨，我手上掌握的可不止那一张照片，还有您近3年来所有的开房记录。除了照片，还有您带着不同男人进出酒店，以及忘了拉窗帘被偷拍到的不雅视频。哼，所以你造谣言威胁我？将军胡毅、李金国，够了！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我想要的很简单，让王总将华远地产的股份转让给我，合同一签，这些资料我立马全部销毁。我知道这件事情并不好办，但您是他的妻子，总会有些办法。另外，这件事情我希望能够瞒着苏怀山，否则我并不能保证这些资料永远不见光。苏黎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你以为我会被你一个小丫头拿捏吗？江阿姨，我只给您1天时间，如果明天这个时候我拿不到我想要的东西，那我只能将资料交给相关部门。我请客。
李总，自打苏明珠彻底滚出公司后，公司总算是清静了。苏董最近来公司了吗？听说他最近身体越来越差了，又在家里被苏明珠一顿折腾，住了院，怕是大限将至。李总，苏董好歹是您父亲，您就一点都不伤心吗？说没有感觉是假的，但就算有再多的父女之情，也都在他气死我妈妈和偏袒苏明珠这些事情上给搓磨完了。苏黎，现在来医院签合同。好。苏黎，我会一直关注华远地产的发展。倘若你管理不好公司，不能让华远地产走得更远，我一定会到公司赶你下台。王叔叔，请放心，华远地产也有我妈妈的心血，真的管理不好，我自己都不会放过自己。你走吧，我看着你就难受。祝您早日康复。李总，你快回来，苏明珠又搞事儿了。我马上到。李总，李总，苏明珠来公司了吗？苏董拖着病体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，当众和苏明珠签下了股权转让协议。果然是大限将至，一刻都等不得。苏黎，我把我手上4%的股权也给你，协议我们都签了。只要你手中的股权与苏明珠的同等，他就做不了华宇地产的主。以后我们再想办法将他彻底去除。张叔，谢谢您这么多年以来始终如一，对我和妈妈忠心不二。但是我已经拿到了王继明7%的原始股，现在我才是华远地产最大的股东，苏明珠她翻不了天的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你放心，今天我们几个一定推举你为新任董事长。现在我宣布，华远地产新任董事长是苏明珠。宣布无效。苏黎，你来做什么？我现在手里有46%的股份，我以董事长的身份命令你给我滚出去！各位，这是我刚刚和华远地产元老级的股东签下的7%原始股转让协议。目前，我拥有华远地产49%的股份。什么？老王他这怎么可能？他和你一样，都患有癌症，但他不像你被猪油磨洗，一意孤行的将华远地产交给这个废物苏明珠手上，将公司逼上随时可以破产倒闭的局面。现在谁拥有公司最大的话语权，想必各位心里都很清楚吧？我支持李总成为华远集团新任董事长。李总的成绩大家都有目共睹，公司只有交给李总，才有更长远的未来。我支持，我也支持，我支持，我也同意。你闭嘴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我才是新任董事长，我才是！你拿过来吧！你说话呀！我才是华远地产的董事长，对不对？我才是！你冷静点，苏明珠。事已至此，爸爸也无能为力了。你就是偏心苏黎，说什么我才是你的掌上明珠都是假的，你就是偏心的。我才是董事长。苏明珠精神病发作，将她送进精神病院，强制收回她手上所有的，再让人去苏家
将唐小晴赶出去，收回我妈妈的房子。是，李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才是，各位，强行收回了46%的股份，我们改日再开会商讨重新分配的方案。散会吧。琳琳，琳琳，爸爸的日子不多了，爸爸卖了你妈妈旁边的墓地。他生前你就恶心过他一回，死后就别再恶心他。要是有一天你真的不行，我给你重新挑选一个更好的墓地，就当是我为你尽的最后一份孝心。和你最爱的唐雅琴埋一块儿吧。琳琳，你就这么恨爸爸？你说你气死苏黎妈妈，现在都快死了，还要把股权给那个废物苏明珠？苏黎不恨你恨谁？手心手背都是肉。琳琳，你怎么就不能理解爸爸呢？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悔改，这世上怎么有你这种渣男？恭喜苏董得偿所愿，以后在商场上碰到了，还得多多关照小弟。华尔街的通天神，以后我罩了。走吧，去哪？回家生宝宝。哎，那可得提前说好了，以后我只负责搞事业，不带娃。我带。我不做饭。我做。我不洗衣服。我洗。我不做家务。我做。以后苏董呢，就负责在外面打拼事业，这些事情通通我来做。妈妈，琳琳拿回了属于你的一切，还找到了可以相伴一生的良人，我一定会努力幸福下去。知道吗？我这场蓄谋已久的爱，一直到